鱿鱼游戏第3季迎来暗黑大结局，引发全球观众热烈讨论。今天超级 Y 就要进到鱿鱼游戏的影集解析。鱿鱼游戏的故事起源于一位生活困顿的男主角齐勋，长期仰赖母亲经济支柱，拿母亲的钱去赌赛马。主角赌赢一笔钱后，却又马上被讨债集团追杀。在绝望之际，主角被邀请参与鱿鱼游戏。 선생님, 이런 거 며칠만 하시면 큰 돈을 벌 수 있습니다. 한번 해보시지 않겠습니까? 到了游戏现场，总共有456人角逐。这些人看似背景大不相同，但其实都是有债务或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人，希望透过这场游戏来翻身。107번 김미영 채무 5억 4천, 118번 원영욱 채무 10억 2천만 원, 322번 정민태 채무 8억 8천。透过播放这些玩家的共同困境，鱿鱼游戏凸显了南韩社会的债务问题。2025年，南韩家庭负债排名全球第2，占 GDP 比例高达92%。许多年轻人的工作收入甚至无法还贷款，造成年轻人的高自杀率。台湾家庭负债占 GDP 比率则是仅次于南韩。许多台湾家庭为了买房，都必须负担一大笔房贷。债务问题已经变成当今资本主义的普遍现象。哲学家 Maurizio Lazzarato 就指出，从19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就转向金融化发展，市场不再只是生产商品，还透过生产债务人来维持体系运作，让人们办信用卡、车贷、房贷、贷款投资，让低薪人口可以维持高消费、买车买房。一旦你欠债后，你就有还债的道德责任，必须努力赚钱还债，才是信守承诺的人。还不出钱的债务人，不只是经济上失败，更是道德上的失败。欠债跟罪恶感在德文里就是同一个字源。这种道德规训让人们觉得必须让自己成为有价值、有产能的人，这就让资本主义可以控制人们未来的人生规划。像是美国大学刻意设计难以支付的高额学费，让学生在还没进职场前就先欠一屁股债，这样他们出社会后为了还债就会自愿为奴，接受低薪的工作。而在鱿鱼游戏里，我们也看到许多人是因为成了债务人，才不得不参与这场厮杀游戏。 지금 다시 선택의 기회를 드리겠습니다. 돌아가서 남은 인생을 빚쟁이들에게 쫓기며 쓰레기처럼 사시겠습니까? 아니면 저희가 드리는 마지막 기회를 잡으시겠습니까? 如果这些玩家是因为债务累累，别无选择下才同意加入游戏，这种自愿同意真的算是自愿的吗？这个问题反映出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点。资本主义支持者认为，资本主义跟奴隶制不同，因为劳工可以自由跟资本家签约，没人会强迫你。劳工也可以自由选择离职，而不像奴隶是被强迫威胁的。我们看到许多人喊着要离开，投票过半数后，关主也真的让大家离开。这种运作模式就如同资本家承诺的一样，这个机制看似自由民主，大家都可以自愿离开。但是在玩家回到现实后，我们却看到有人开始收到还债通知。主角母亲因为重病需要医疗费，移工被公司拖欠薪水，有些人还被讨债集团围堵。每个人为了求生，最后又不得已自愿地回到鱿鱼游戏里。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哲学家 Alex Gorvik 所说的结构性宰制。在资本社会里，人们看似有契约自由，可以自行决定要不要加入一家企业，但这种自由其实根本不是真的自由，因为资本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劳工必须仰赖资方给的工作机会才能为生。这种结构性宰制让劳工不得不同意为企业工作。如果社会上有一些工作以外的替代方案，像是政府取消债务或是全民基本收入，这些玩家就不会欠一屁股债，可以维持基本生存，根本不需要加入鱿鱼游戏。是因为资本社会的结构性宰制先创造出了一批穷人，人们才会加入这场游戏，让被迫服从看起来像是自愿的一样。透过这个让玩家先回到现实的桥段，整个故事揭露了一个更重要的寓意。 어차피 나가도 생 지옥이야, 씨발. 난 어차피 집도 없어. 여기서 희망이라도 있지. 나가면 아무것도 없어. 现实世界的资本主义其实才是更可怕的鱿鱼游戏。回到游戏里，反而还比较有机会翻身。 이 게임 안에선 모두가 평등해. 참가자들 모두가 같은 조건에서 공평하게 경쟁하지. 바깥 세상에서 불평등과 차별에 시달려온 사람들에게 평등하게 싸워서 이길 수 있는 마지막 기회를 주는 거야. 关主在这里说的话，其实就是资本主义一开始的承诺。透过公平的市场竞争，最有能力的人应该获得最多报酬。但是这样的神话在当今早已破灭，穷人再怎么努力也无法翻身。反而是在鱿鱼游戏中，我们看到主角一路破关斩将，随着游戏越玩越深，奖金越积越高，原本不愿意参与的玩家，竟然开始捍卫游戏的正当性。
这点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为什么许多劳工会自愿参与资本主义这场游戏，还乐在其中？由于游戏提供了我们一个答案，因为当资本主义把工作变成一种游戏竞赛，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在被奴役。社会学家 Michael Burrow 就发现，许多企业会用竞赛跟奖励机制，让员工玩赶工游戏，把工作过程游戏化，看谁表现得更好，这样就可以激发员工斗志，让员工不会觉得工作无聊。只要上级奖赏那些绩效表现好的员工，员工就会获得一种心理满足感，觉得自己赢了这场游戏。本来不愿意工作的劳工，就会变得自愿服从，愿意继续玩下去。因为一个人不能同时一边玩游戏，却又一边质疑游戏规则。尽管一开始很多人是不得已进到一家公司，但是随着游戏越玩越深，人们就会慢慢认同游戏规則，甚至还会反过来叫别人要遵守说好的游戏规则，指控别人作弊。저사람들이2번 가져갔어요。내가봤어요。都忘了自己一开始根本不认同这场游戏。想要逃离游戏的人，甚至会被视为问题人物。 당신도 정말 그렇게 살 자신 있어? 그렇게 살 수 있으면 당장 다들 일어나서 밖으로 나가보라고! Michael Burrow 也认为，把劳动游戏化还有一个对资方有利的结果，它可以让劳工之间彼此竞争，制造冲突。 말이 안 되는 거잖아! 그럼 자네가 날 속이고 내 굿을 가져간 건 말이 되고? 由于游戏一开始就设计成零和赛局，我一个人赢得越多，意味着其他人赢得越少，仿佛劳工的个人利益会损害劳工的集体利益。主办单位甚至会从中作梗，引发内斗。 일부러 음식을 집게주고 싸움을 유도하는 거지. 다음 게임을 하기 전에 약한 것들은 미리 솎아내는 거야. 다 게임의 일부라고. 还有，由于游戏的投票过程刻意设计成公开制，而不是不记名投票，这样就可以造成两方的对立。在第二季中，男主角重返游戏后，发现关主更改了游戏，导致主角的说法不被其他人信任。 세상 잘난 척을 혼자 다 하더니 당신 개소리 믿고 여기 남은 사람들 어떡할 거야? 당신 책임질 거야! 每当看到有人违反游戏规则被惩罚，就会有一种胜利感。噔，这样人们就不会意识到彼此其实是属于同一个阶级，大家都是因为债务者阶级才进到游戏里。游戏掩盖了真实的社会关系，让人们觉得自己在扮演另一种角色。丧失了阶级意识的玩家彼此互相厮杀，把对方当成仇人。 甚至连自己的青梅竹马、爱人、亲生骨肉都可以变成仇敌。 뭐하는 거야? 뭐하긴 게임하지. 这种游戏化的资本主义早已成为我们的现实。当今许多大企业都会用游戏化来管理员工，像是 Amazon 会限时来帮送货员计分，你必须和同事竞赛，看谁的出货速度更快。Uber 则是会透过任务奖励来诱使驾驶开更多次。 Barclays 银行则用电脑监控系统随时监控员工，来避免他们偷懒。就像由于游戏里的123木头人，员工每过一段时间就会被侦测系统检查，被侦测系统抓到的人就会被惩罚。这些游戏化设计宣称会让资本主义更有效率，但是游戏设计师 Adrian Hunt 却发现，实验的结果其实参差不齐。许多员工并没有感觉工作变有趣，反而是觉得被强迫要多做一件事更麻烦。 觉得被老板当成白老鼠实验，反而更讨厌工作。这就让我们转向了鱿鱼游戏的本质问题：到底设计这些游戏的用意是什么？在西装男、负责人、创办人3个人身上，我们发现了不同的答案。在第2季的一开始，我们看到西装男在公园里给穷人选刮刮乐跟面包，发现多数人都选择刮刮乐，而只有1个人选择面包。 저는 선생님께 기회를 드렸고 선생님은 선택을 했습니다. 이 빵을 버린 건 제가 아니라 선생님들입니다. 这场实验似乎反映了人性的贪婪，但其实真正凸显的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仿佛一个人的处境遭遇如何，都取决于一个人的自由意志，而不管我所处的环境有哪些系统性问题。文化评论家 Mark Fisher 把这称作神奇的志愿主义。如果一个人在职场上感到忧郁不开心，那就是这个人看事情的角度有问题，改变自己的认知就可以了。 不是因为社会系统出了问题。如果一个人选刮刮乐而没有成功得奖，让自己挨饿，这也是个人的问题。谁叫你自己那么贪婪呢？这种神奇的自愿主义把责任归咎到个人身上，混淆了自发的人性跟被环境迫使而扭曲的人性。许多鱿鱼游戏的参赛者之所以继续玩下去，是因为要偿还满身的债务。这不是因为个人过于贪婪，而是证明资本主义的系统太过贪婪。
竟然要人们为了还债而互相残杀，拿命当作代价。而在游戏负责人身上，我们看到他的桌上有一本拉冈的欲望理论，这就把游戏的本质转向了欲望的问题。拉冈心理学认为，所有人被生下来其实就是进到一场游戏里，一场名为大他者的游戏，就是在我出生前就已经被规定好的语言、社会文化、律法规则。人如果要表达自己的欲望，就必然要参与这场游戏。但是，一旦接受了游戏规则，人又会感觉到扭曲了自己的欲望，因为这套游戏根本不是为我设计的。这种存在的异化感是人类欲望的根本处境。这就像遇到抢匪时，你必须决定要钱还是要命。这看似是两难，但其实只有一种选择，因为不管你怎么选，你都会损失钱。在鱿鱼游戏中，这种两难也出现在每次游戏结束后，玩家都要再次决定自己想要钱还是要命。玩家看似有选择，其实根本没有，因为当你选择钱的时候，继续玩下去结果会是死，也就无法实现自己的欲望。但是你如果选择活着离开，没有钱也无能满足自己的欲望，这凸显了资本社会中人的根本境况。人似乎只能为了赚钱而不断自我异化，去跟随这场游戏。但是赚越多钱的同时，也越与自己的原初欲望疏离。越有钱的人，其实越不知道自己欲望什么，而这恰好就是创办人设计鱿鱼游戏的初衷。 돈이 너무 많으면은 아무리 뭘 사고 먹고 마셔도 결국 다 시세져 버려. 그래서 다들 모여서 고민을 좀 해봤지. 뭘 하면은 좀 재미가 있을까? 재미로 그런 짓을 시켰다고? 在这里，我们听到了创办人的告白。原来整场鱿鱼游戏不过是有钱顾客花钱享受的娱乐消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这个新阶段，已经不再是生产商品给人消费，因为对有钱人来说，只有商品已经无法满足欲望了，而是转向了哲学家 Guy Debord 所说的景观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出一堆景观来包围我们的生活空间，快闪活动、真人实境秀、激励人心的画面，甚至就连鱿鱼游戏的周边本身也是一种景观。连 Duolingo 都会用鱿鱼游戏当作噱头，这些可以赚取点阅流量的景观，才是当代资本主义运作的关键。Trust me, the screens we have at home are plenty big, but nothing beats seeing it with your own eyes. 有钱人把劳工的苦难当作娱乐的奇景，这些玩游戏的人本身就是商品，贩卖的就是生存斗争的景观。 경마 좋아하시죠? 당신들은 말입니다. 경마장의 말. 到了第一季结尾，负责人终于揭露，原来鱿鱼游戏的玩家根本不是主体，真正的游戏主体是那些观赛下注的 VIP 会员。与其说人们在玩游戏，还不如说他们在被游戏玩。相比于台上玩家相互厮杀的画面，台下这些 VIP 却是相处的和乐融融，如同当今资本主义被少数几家企业给垄断。这些企业没有竞争对手，可以置身事外，站在远处看员工们互相斗争。Wow, this just keeps getting more and more interesting. 一边让劳工有更多压力竞争，一边又让自己可以回避竞争。资本主义就是这样一场病态的游戏。等等，如果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一场病态的游戏，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玩下去？资本主义一面承诺大众继续玩下去就有机会翻身，但是由于游戏却揭露了根本没有共赢的可能。适者生存的竞争游戏是把人当成犬马在玩弄，被有钱人当成娱乐的景观，造成了违反人性的结果。那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这场游戏？ 하지만 네가 날 죽여도 변하는 건 없을 거야. 누군가 내 자리를 대신할 거고 내일 게임은 그대로 진행되겠지. 在这个主角有机会复仇的时刻，由于游戏揭露了社会学的根本问题，就算执行结构的个体死去，依然会被其他个体取代，让结构运作下去。那我们又要如何可能改变结构？日本的文化评论家宇野长宽就发现，1990年代开始，有一种新的晋级淘汰模式开始席卷动漫、电影故事。故事不再是跟他人合作一起打败大魔王，而是必须打败身边的人，参与一场大逃杀。游戏的幸存目标就是让自己活下去。这种幸存者游戏反映出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转变。以往的过关模式都是打败一个大魔王，表示社会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价值定位。但是在大逃杀的世界里，没有大魔王，
而是所有人互相厮杀，不再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游戏设计的也毫无道理，反映出我们生存在一个不知道怎么做才正确的世界。人们的生存斗争不再有内在意义，只不过是给人用来看戏的娱乐。在《新世纪福音战士》跟《死亡笔记本》里，我们看到了这种生存价值崩溃后的2种回应方式。电真寺不想驾驶 EVA， 不想使用暴力，不想加入现实这场游戏，结果是让自己表现得像弱者一样，只会沦为输家。夜神月则是认为要改变现实，就要想办法活下去，必须参与杀人的游戏，立志成为赢家，才能让自己的价值被认可，成为新世界的神。但是《死亡笔记本》的结果去揭露，即便我们成为像夜神月这样的人去战斗，最终也无法创造新秩序，阻止大逃杀。夜神月死后的世界并没有任何改变。当今我们的现实困境正在于此，像真嗣那样退缩，拒绝参与现实这场游戏，就阻止不了像夜神月那样的玩家。但是如果像夜神月那样去战斗，让自己成为体制里的强者，也阻止不了这个大逃殺的世界。在这种两难的情况下，由于游戏向我们展示了第3种可能性，借由参与游戏来停止游戏。 다시 게임을 하게 해줘. 조금 전까진 게임을 멈추라고 하지 않았나? 내가 다시 게임에 들어가면 네가 모시는 그 돈 많은 놈들은 분명 다 재밌어 할 거야. 作为第1季游戏的赢家，主角不但没有带着奖金远走高飞，而是选择了再次重返游戏，私下组织一批警力，试图从外部突袭。虽然这项计划一开始就被游戏人马拦截，但是主角仍试图与其他玩家一同合作，策划武装行动。这其实不是主角第1次策划反抗，早在多年前，主角就曾参与一场罢工行动。 그때도 꼭 지금처럼 교대로 불침번호서가며 동료들이랑 공장을 지켰어요. 언제 경찰들이 쳐들어올까? 导演黄东赫曾透露，这个背景故事源自2009年南韩的双龙汽车罢工事件。当时公司因为金融危机而破产，宣布裁员37%的人，员工因此展开为期77天的占领工厂运动。所以主角在游戏中策划的反击，就像是发起一场罢工行动一样。但是不同之处在于，这次主角熟悉游戏的运作，知道晚上关灯后会发生内斗，也知道士兵会进来镇压的时刻，因此可以埋伏等待机会。 이제 우린 저 계단 위에 있는 가면 쓴 놈들의 본부로 가려고 합니다. 우린 이곳을 가둔 놈들을 잡아서 이 게임을 끝내고. 主角因为熟悉游戏规则，可以在体制内游刃有余，知道怎么抓住游戏的破绽。这次的武装革命虽然因为暗装而失败，但却点出了社会学家 Bourdieu 所说的游戏幻象。人类社会的各种竞争、比赛，其实都是人为设计的幻象。但是最成功的玩家、最会玩的人，恰好是陷入幻象最深的。想要改变游戏的人，就不能置身事外，反而是要进到游戏的结构里，从实作中领悟怎么玩这场游戏，从经验中内化游戏规则。想要改变社会的人，不能独立在外面，而恰好要在幻象里面。在电影《饥饿游戏》里，我们看到了能够改变游戏的人，恰好就是最深陷游戏幻象的玩家。Seneca, why do you think we have a winner? I mean, if we just wanted to intimidate the districts, why not round up 24 of them at random and execute them all at once? Hope. Hope. It is the only thing stronger than fear. 恰好是因为主角知道主办单位想利用至少有一位玩家有希望可以胜利的幻象，想制造出一个人踩着另一个人的尸体获胜的奇景，所以刻意选择共同赴死的策略来挑战游戏的逻辑，在所有人面前揭露幻象，见证这场游戏没有任何希望，结果反而让主办单位不得不改变游戏规则。Stop!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present the winners of the 74th Annual Hunger Games. 而在《饥饿游戏：星火燎原》里，女主角也正是因为熟知游戏中会定期出现的导电效应，最后才能一击打穿人造屏障，从游戏的内部破坏游戏的幻象，让幻象终结后透露出一丝曙光。同样的，在鱿鱼游戏的最后一关，故事巧妙安排了婴儿的元素，象征着下一代人不可避免的也要加入现实的竞争游戏。主角最终被迫面临2选1的抉择，但不再是原本的要钱还是要命，而变成了要继续当被下注的马，还是要让下一代活得像个人。 우린 말이 아니야. 사람이야. 사람은. 如果游戏玩家都是赛马，当赛马都被玩死后，游戏也就玩不下去了，也就从内部破坏了游戏原本追求的娱乐性质。
主角的行动也就成了一种拒绝继续参与游戏的宣言。当援兵从外部赶到赛场时，整个游戏被迫终止，必须自爆。游戏的载质不再传承给下一代的生命，主角最终虽然成了输家，但却让下一代人成了赢家，终结了一场病态的游戏。等等，游戏真的有终结吗？留言加分享本集的影片贴文，就可抽你玩游戏还是游戏玩你一本。本集影片由频道会员赞助播出，也欢迎您使用超级感谢或是加入频道会员，支持超级 Y 创作更多影片。